那么南侨虽然自己检验发觉了不是南侨的话，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依法他也要通报主管机关，所以他没有依法通报主管，他只告诉那个中联，你们的也有问题哦。所以呢，台北市罚他300万元罚他300万依这个那个食品卫生管理法吧，第47条开罚那赖清德昨天讲了，说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那问题到现在为止，救了谁的责呢？好像没看到救了谁的责。这种讲的就今天讲实话，我如果是这个政务官，我当总统讲这个话，我不要总统讲，我就已经辞职了啦。当总统讲之后，你还赖在那个地方，还在看到底谁救谁的责，救谁的责，丢脸丢死了那个官那么有意思我真不懂到底谁的责任？所以呢，食安本来就应该零容忍，所以赖清德就责还是慢半拍，但是就完责以后，到现在没看到谁负责，那才更慢半拍的半拍所以呢，这个当年有油品风暴，几年就来一次了当时赖清德台南市长要求中央站出来那所以呢，国民党说，那你今天已经当总统了，你可以慢半拍吗？你也不能慢半拍对不对？赖清德当时就说，这怎么可能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当然是中央政府嘛那结果你现在是中央政府了，所以蒋万安说要重研，要重塑再制品预防性下架，因为它再制品很多，不管问题所占比例多少需要提出符合规范证明再上架就不是什么20%了卢秀燕也讲，不是只有20%以上才要下架。蒋万安说要全面检验，民众才能够放心然后呢，沈伯洋是责任转移是沈伯洋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沈伯洋还是立委，你立委应该知道监督中央是你的责任嘛，所以你在选台北市长，你还是立委对不对？那这不是中央的责任吗？你不去指责中央，你去指责地方，不是很好笑吗？那民进党党团都挺说检调应该彻查而且说业者跟行政部门该负责都跑不掉，是那另外呢，这个后院着火，所以赖清德为什么昨天讲该就责就责，该下架就下架？因为说不得不出手了。我们看一下，把一切的资讯清楚地让人民知道，而不是有任何的拖延。重申食安没有盖牌空间，台北市长蒋万安6号再度呼吁中央应该成立中联油脂受影响油品查询专区，但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第一时间这样说：那如果今天又站出来说中央应该怎么做，那又是一次把责任移转，做全面扩大而且最严格的标准来做预防性下架。那同样的，我们也认为中央掌握的资讯来公开透明，而不是到民众批评了，我们做了呼吁以后，才把这些业者名单公布。蒋万看来没想多谈，沈伯洋在质疑中央处理速度太慢，全国性的食安问题，中央地方资讯得透明统一。但沈伯洋质疑北市府推责中央后，6号也和民进党团找来食药署开会，接着呼吁不要再喷政治口水。那这个通路回报之后呢，那个就会一直不断的增加这个名单，然后就会一直的更新。那所以呢，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我要确保这个更新的名单每天都有新的，提升效率，资讯要接在一起。目前食药署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以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的加工制品预防性下架，但蒋万安说20%的标准仍需要更具体的依据和说明，像是如果泡面油包使用问题油品，但冲泡后整体比例低于20%，是否应该下架，都需要中央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只要有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我们不分20%以上或以下，先全面预防下架。那业者，如果你提出，你使用的是低于20%，有相关的证明，那当然我们就让你上架。我想先确保所有民众的安全。中央地方合作，避免让民众无所适从，不是政治攻防的时候，就看谁真的在做。那嘉宇，你支持的沈伯洋这样讲，你同意吗？我想食安议题是不能妥协，这个我们赖总统已经表达非常清楚。我们所有同党所有台湾人，大家都一致的共识。沈伯洋当然也是这样想，只是说这件事情，当然大家认为说中央地方要共同承担，因为毕竟中央除了要追查这源头，然后包括溯源，那地方呢是不是也要追查这些加工品到底流向哪里，然后一起来协助公布，然后大家一起来把这些食安的害虫把它揪出来。我觉得这才
才是能够让大家安心。大家最不想看到就是中央地方互踢皮球，因为大家都有责任，大家也要共同承担。所以卢秀燕今天也开罚这个福寿福茂各300万。那刚刚蒋万安他也开罚了南侨300万，认为说他没有第一时间通报。所以这整个过程，我觉得中央第一时间的反应有点让大家说，这个事情该公布就公布该把让民众安心，你就应该要做到，而不是等到我们赖总统出来说不，这个一定要追究责任，然后一定不宽待，然后你才开始处理，那当然会让大家觉得你慢半拍，而且到现在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些不能接受的这些理由，所以我觉得食药署在这一次的这个反应真的是有点慢半拍，而且没有办法站在民众的角度去理解说大家对于食安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尤其是在台湾一直发生这种油品事件，从2014年到现在，其实大家对于食安的要求真的是非常的高。那我觉得食药署要用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跟要求这些业者。不过我想更正高嘉瑜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件事情会闹大，就是因为地方政府包括了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台中市政府来跟中央要名单，中央拒绝给名单，事情才闹大的。因为你没有给我名单，我怎么去追查下游呢？结果地方政府去跟中央要名单，沈伯洋就说地方政府在喷口水，然后再转移焦点。结果台北市、新北市因为拿到了名单之后，去追查出了很多做营养午餐的这些厂商，而且去稽查，然后要求他们下架。但是我请问一下，高雄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呢，其实是没有作为的哦。就是说，业者当然他的权益是重要，但消费者权益更重要嘛？你中央你们搞清楚没搞清楚？来，伟汉。这2天呢，我觉得台湾民众最关心这个话题了。好，那我每天早上有广播节目，我礼拜一早上花了2段半个小时在讲这个。但因为后来我在选择写文章的时候，我写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好多网友讲说你是不是不敢谈这个话题啊？我说我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等一下节目下来以后，然后把这个我的想法写下来。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收视率高嘛，大家总是看到我讲什么嘛。很简单，食安2道啦。第一个呢就是要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不吃到。用最高的规格跟最快的速度，不管今天是蓝绿谁执政都一样，有一天白执政也一样。怎么做其实非常简单。刚刚我们一路讨论下来呢，包含怎么可以不公布名单？你不公布名单，民众怎么知道？今天不管谁执政谁都负责，现在谁执政就民进党啊，所以民进党这个事情要扛起来啊。你一开始你也不要去讲说什么20%以上再下架，20%以下不用。观众朋友。今天是食安，我们台湾行有余力。如果我们是啃树皮的年代，没办法，我们吃东西都已经不管什么掉到地上脏了，我们也吃，不是嘛？台湾现在大家注重是食安，所以当你有出现有问题的，有的时候你第一个要知道，就是你要用最快的速度，你查到这个事情，你就要让全部有可能接触到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有警觉。第二个呢，你要去稽查以后。全部下架，不是该下架就下架了，有可能的，就算后来发现没有，你再回来都可以。要业者自主，不行，什么自主嘛？所以我就说嘛，不吃到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根本不要让消费者有可能吃到，因为也惊嘛。所以当你把这2个事情都做到的时候，这个政府中央跟地方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吵的。老沈，这件事情其实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其实完全进入科学的阶段了。因为你可以想这些油豆进来炸了油，然后怎么走，你都可以画一张图的。那你在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分歧点，你都要取样。那取样以后，你就赶快去验有没有这个化学物品，要比细菌性的调查来的简单啊。因为细菌你可能有，但是我培养不出来。这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你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取样，通通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画图了啊，你就可以想。它什么是怎么抖，怎么流向？那地方现在是叫罚款啊，但是重要的，你看它都是跨县市的，是从上面流下来的。不管怎么讲，中央地方你是要说都有责任，当然都有责任，但是中央的责任不晓得多几倍。所以沈伯洋真的他是一个。高嘉瑜很赞美沈伯洋，说他是学霸，不得不赞美。不，他真的重新赞美。我私底下有问他，他是他学弟，他脑筋聪明，学问好，念的都是好学校，是学霸，对不对？我们冤枉你们。是，他是。但是我觉得他是书呆子，这个是书呆子型的学霸。比如说他很喜欢讲生态系，你知道。生态系，那他讲那个天际线啊，那都是书呆子的 approach， 那个真的脚踏实地，跟
地气有接的人，不会讲生态系啊。比如说我要推广音乐教育，要从这个音乐班开始，这叫生态系。我跟你所有的生态系都已经是结果，你到底是要改，还是要无中生有？你讲清楚。你怎么考科一天到晚开口闭口生态系呢？因为中央很多事情它提纲挈领抓住，下面就可以省掉很多的事情嘛。是啊。譬如那个时候，你记得吗？我在环保署以前，我就看他们在机场在地方查那个摩托车排气有没有违规。我说奇怪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中油的品质改善了，它排气就不需要地方稽查了嘛。我就把中油董事长、总经理都请来，我说改善油品啊，他们说不行啊，台塑马上要做油了，我们将来会成本增加，我们竞争不过。我说你给我做。非要从源头开始改善起，你源头改善，下面每个汽车、每个摩托车，它排出来的这个气就干净很多嘛。果然后来中油改善了，改善以后就出来的气就好很多嘛。对，不是本来就是应该上面你上面你提纲挈，你上面打蛇打7寸，你那边掌握住了，下面就减少很多问题嘛。否则你说上面做不好，下面在路上拼命抓，怎么抓呢？由于市场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你主管去了，你把上面搞好了，下面自然就会好很多。摩托车当时也是啊，我们要求摩托车厂商，我说不要再让我在路上抓，你摩托厂商造引擎的时候，把引擎做好一点嘛。不行啊，这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严格。我说再加强，他们说我们都是日本进来的，雅马哈啦、Honda 啦、Suzuki 啊什么，人家日本都没有这么严啊。我说你到日本街头有看到这么多摩托车吗？台湾街头，尤其那种早上上班以前，30年以前，千军万马这样子。当然要给我改善了。我告诉你，现在台湾的摩托车外销到全世界任何一国都符合它的标准。不过他们现在感谢我，说哎呀，当时不是你这样要求就不可能。你当然要从中央抓起，中央抓住了以后，它下面就解决了嘛。你现在说要什么地方去查，地方怎么查？你中央如果能够抓得紧，地方查也不会违规嘛。中央抓不紧，地方查不胜查嘛。道理这么简单，不懂吗？沈伯洋想不清楚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教育部长被罗廷伟国民党说他请病假去辅选，而且在立法院教委会谈非常重要的议题。好。那结果呢？这个郑英耀跟经济部长龚明鑫前天到新竹挺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庄敬诚，被网友拍下违规停车在红线还有斑马线，斑马线是不应该，那前天要过的哈。那新竹市警方接获检举以后呢，认为违规事实明确，要依法开罚。那么到新竹做什么政策说明？本来这个卫副部长也要去的，就因为油的这事件，所以他没去了。否则他也要去。民进党现在到处在各地，部长去啊，做政策，我们民进党政策多好等等，就是辅选嘛。怎么讲，就是变相辅选了那这个，所以现在新竹警方要给他开罚他站台，所以出包了而且呢，违停在行人穿越线，警方证实说对，已经举发了那真要还原说呢，因为朋友叫我赶快下车，怎么样都不可以啊，这样就可以违规了。特别你部长，对吧？你要有示范作用啊，你不是小老百姓啊。说因为当地也就是教育部长，对，要诚实嘛，停车不便，车流很多，朋友叫我赶快下车，我就下车了，这是理由吗？我告诉你，每一个违规的都可以讲一堆理由，都有理由的那另外呢，这个施崇良刚刚讲嘛，他本来要去新竹。但是因为沙拉有风波，所以由龚明鑫代打这龚明鑫呢就帮他去辅选宣导政策所以呢，这个台湾醒报就说政务官单溺于辅选的口水战，谁关心人民食的安全？看一下。
从白色车辆下车，白发黑西装的经济部长龚明鑫一靠近，就有人来迎接握手致意。他是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庄敬诚，同时还有戴着鸭舌帽的教育部长郑英耀也抵达。但龚明鑫跟郑英耀两人的座车一黑一白，白车直接停在红线转弯处，甚至是压在斑马线上，黑车也疑似停在禁止临停区，蛮不合理的。应该就是要安排一个停车位给他，这样子预先做这个准备。经济部长龚明鑫和教育部长郑英耀4号南下新竹参加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庄敬诚的讲座活动，但坐车临停，让部长下车的位置就有大大的立牌，全时段禁止临时停车。警方也证实有收到民众检举，该租赁自小客车于行船线上临时停车上下人客，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第1项第1款规定。警方已依民众检举资料，对该违规车辆车主、租赁公司自单举发。不只是坐车临停，更有网友批评，现在正值致癌油风波之际，相关的部会首长却安排地方辅选行程，质疑是把食安问题当儿戏。来见好。这个讲起来也是有点有趣，我刚好庄敬诚是我这个选区前立委，所以我们曾经在原本是台中市对台中的这个立委前立委。那当然回到活动本身，第一个当然，我觉得你要办这么大型的这种活动，理论上来讲，你要帮贵宾准备停车位，你至少申请路权嘛。我看刚刚旁边是的确，他那个我刚刚看的是 Google Map， 它的确是旁边是不好停车。但是我们办活动往例会，就是如果大活动的话，就会申请路权，然后把停车位借起来，这是我觉得基本的 SOP。那当然我要讲到郑英耀部长，就是白目。他一定是被盯上了。那为什么被盯上？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对于铁拳教育这部片，大家非常的认同嘛，就大家对台湾的教育现场也很多不满的部分。那偏偏这个时候，郑英耀部长当然前面在立法院委员会里面有一些请假，有一些这个地方行程，然后跟这委员会的议程冲突，所以大家也在关注说你要怎么去面对校园第一现场的问题。那结果你周末又跑去辅选。那讲白了，台湾现在此时此刻可能教育现场有火，交通问题有火啊，这个食安问题也有火。那结果今天这场主题叫做台湾好生活。台湾好不好生活，这个是民众最有感的。这件事，我生活过得好，不需要你政府跟我讲；我生活过得好，我自己就知道了，不需要你派这么多政务官下乡来跟我宣讲。那结果你下乡来宣讲之外，你一方面造成我交通上的困扰，二方面是我想你解决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说刚刚要提到教育部的问题，就是现在可能此时此刻很多家长，包含说你说家长团体、很多家长会。地方上，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人帮我们解决校事会议的问题。那结果我的部长没有要解决校事会议的问题，然后还说不但要往后延。这结果你跑去帮特定候选人去辅选去站台，然后你要跟我讲说这样生活会变好，那我觉得大家就会觉得这很冲突嘛。所以政务官再讲一个事情，就政务官尤其是教育部部长这件事情哦。过去这个曾志朗部长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他那时候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当过教育部长，他也强调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去帮任何人辅选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教育这个部长这个位置，理论上虽然法律上没有明定，可是政治上、道德上来讲，教育就是应该要中立的这个位置，跟国防部一样嘛。就有台湾有几个这种重大政务官，他虽然是政务任命，可是理论上你在很多重大议题上，你应该保持中立。可是偏偏这个教育部部长，他就跑去做辅选的这个工作，那大家当然觉得这个角色非常冲突，会不满了，那难怪会被盯上。所以讲从头到尾讲起来，我觉得就是主要就是像这几个部长真的太白目。那当然这个感觉，我就说石部长也算是悬崖勒马啦，还有发现这件事情已经烧起来，没有跑去。他如果再跑去辅选，我讲这两宝，这个教育部长跟卫部长一起去辅选的话，那我谈这个新竹市长选举就结束了。我们看了，他这叫做金主场的台湾好生活，2026县市政治中，每个县市都要去的哦。2个部长带个候选人哦，当然政务官辅选在周末这个也无可厚非了哈，政务官也有责任要宣扬他的政策了，但就是辅选行程嘛，哦，就执政党夹在他的辅选他的这资源的优势哦，就变成这样。来，凤轩怎么看？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说，因为你打扰到了民众的生活。其实本来我觉得类似像这样的活动，我们自己的经验是，你虽然请了这些叫做部长，然后来帮你站台，可是现在一般民众有多少人认得郑英耀到底是谁？又有多少人认得龚明鑫是谁？又有多少人认得石崇良是谁？现在他们如果不出事的话，大家连看都没有看过他的长相。今天是因为卫福部出事了，现在大家都知道哦，石崇良是卫福部部长。他不出事啊，其实一般民众还真不知道他们是谁，做了哪些事情。所以呢，你看起来好像请了部长，然后下乡来说明政策，但是通常来讲效果很有限。
那通常办这样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因为虽然效果有限，可是好歹表示说，有人力挺我啊，好，那就是办活动的一个基本精神。可是你要办活动的另外一层，就是你不要打扰到一般民众。今天这件事情会闹大，就是民众被打扰了，所以拍影片了，所以检举了，然后就变成了新闻。那我觉得这就是给大家一个教训，你不要以为大咖来帮你站台一定加分。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如果你连办活动这种事情都没办法处理好，没办法处理好各式各样的危机啦、善后啦等等的话，其实对自己反而是扣分的。就以前呢，当个部长是不得了的事。对，哇，那个都是很有名，在社会上非常有声望哦，不管是道德、文章、能力，都觉得还不错。哦，所以赵耀东好像赵耀东讲说，在清朝就是红顶子，那是一品大臣呢，那多么重要的。现在前一阵我就看一个媒体报道说，他当了部长，大家就不知道他是谁；他下了台，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谁，就这样，部长变成这样，一点威望都没有。休息一下再回来。网络温度计透过这舆情分析的软体分析6月份这些首长的声量，蒋万安第一名1124217所以呢，他的好评影响力是3，饶庆林先变成第2，因为主要是为了他那个世家然后呢凤梨世家，然后呢被饶庆林你不准他去，他为了推广他的农产品。录个影也要处罚他，你不是无聊到极点吗？对不对？而且我觉得饶庆林讲话什么风度都不错嘛，到大陆去让他们看看，说我一个县长已经要卸任了，他已经要卸，而且没有选什么，他并没有因此要去选这个台东的立委，我都为了我的农民这样声嘶力竭替他们推销，替他们扩大市场，这是个好官呐所以呢，饶庆林的声望突然变成第2名那卢秀燕第3名。高虹安第4，张善政第5，连陈其迈直到第6了，黄伟哲第7，侯友宜第8，张立善第9，周春米第10，这是首长的声望，就前10名了那另外呢，蒋万安的好评影响力创新高，所以呢变成冠军那饶庆林闯到第2名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现在是第3名，被视为2028年总统蓝营最热门的人选之一因为郑丽文也说蓝营这个太阳越多越好所以呢，卢秀燕现在也是这个重要的太阳。今天黄复兴为了7.7抗战纪念有办黄复兴全台大会时，说很多人他们朋友传给我说开了300多桌爆桌，因为呢这个纪凌莲曾经说应该把韩国瑜开除了那但是是不是已经和解了？说呢纪凌莲韩国瑜呢说今天黄复兴办活动因为7.7这个抗战卢沟桥事变。那一个纪念活动，爆桌300多桌，很多人那本来说纪凌莲说他也邀了韩国瑜了，本来要同台的，突然韩国瑜用录影可能另外有邀功了那所以改成录影。那纪凌莲说2个人已经化解误会了那到底为什么韩国瑜没去，变成舆论讨论的一个重点？我们看一下。在活动现场忙进忙出，指挥调度，国民党副主席纪凌莲为了7号登场的纪念7.7抗战活动做准备，而原先也将是开除韩国瑜说后，纪韩2人首次公开同框。韩国瑜院长访美前，纪凌莲副主席也特别致电给他，和他解释那场误会之后，也特别派人亲自赴院长室来送请柬，邀请他参与7号的军系活动。您最近有跟纪凌莲副主席联系吗？韩国瑜院长。那当然希望大家都来啊，但他们的确很忙，到目前都还没有确定的答复。有没有空来？纪凌莲也已跟韩国瑜说明，当时是因为外界说韩国瑜被 AIT 影响，纪凌莲才会认为要处理，韩国瑜也轮不到你们先处理。几十年的兄弟早就一笑泯开误会，但韩国瑜原先会出席，却突然喊卡，以录影方式现身。毕竟蓝营没有分裂，本钱7号纪凌莲主办的7.7抗战70年活动，也是朱立伦前主席裁撤黄复兴党部后，郑丽文
推动黄复兴再造的第一场全台大会师集结活动，同时也邀请了党主席郑丽文以及蒋万安市长，还有国民党各县市的首长提名人，同时也邀请了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郑主席之前就组织了在野大联盟，所有支持我们政策的都是我们的朋友，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合。基林联席开340桌，要展现尽管曾有误会，但军系只要信号一响，千军万马都会来相会。来，建豪，我想这是这样。如果今天主题虽然是这个77抗战这77周年这个活动，但是如果韩院长到现场，那我想这整个主题应该会偏掉，会变成说好像要上演了蓝营这个大团结的戏嘛，一定会有一个拥抱或是一些这样的肢体互动，这媒体交流。我在想，我猜想，因为那当然内情我不清楚了，那只是说院长最后选择没去，或者说有其他公务没有去的原因，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画面一定会被变成一个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画面不能变成议题呢？我想第一个是韩院长前段时间才代表整个立法院出访去美国，那他相对来讲已经进入一个国家层次，一个院长层级，他是要比较超然中立的立场去做这个事情，他办法去做居间协调。因为接下来像比如说无人机条例，不管是院版的、国民党党版的、民众党党版的，里面还是很多东西需要院长去做协调。那如果这时候被贴上太明显、太标签太深蓝的党派立场的话，我在猜想后续在政党协商的时候，不同的版本之间，院长会失去他的中立性，因为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条例进来，我觉得院长可能考量到这部分，所以先让自己先不要去参与这样子政党色彩太明显的活动。那当然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去参与，我觉得也是可以。来，老沈，纪凌莲副主席跟这个韩国瑜那一度的交手，其实就是亲中派跟亲美派对2028。这个大咖要卡总统这个位置的提前交手了，那个一顿不愉快，现在也就算了。现在今天说啊，我去，然后就摄影不是亲生的，这是各自妥协一番，就把它化解了。我觉得不重要，我今天觉得重要的，今天什么日子啊？7月7日，你知道吗？对，今天是卢沟桥事变啊。对。但是民进党执政以后是不但抗中，他去中，他拖中。所以我问你，你今天一路上在街上，有人晓得77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哦。8年抗战好像是外国人的战争所以何况还是卢沟桥事变？你晓得卢沟桥事变发生什么？是日本人怎么样？日本人说台湾的卫兵打他嘛，见过一个士兵，有一个士兵不见了嘛，失踪，然后要进城去守卫卢沟桥的是谁？吉星文团长现在大家都没有印象了，所以我今天。就是说这个是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我特别征求高嘉瑜，他竟然不唱歌，他唱歌的角色由我来当，我唱一个歌给你们听。这个我今天这个歌我有几句我打框框的，是我忘掉了，所以我去问 ChatGPT 我说那个你帮我补习好不好？他查不出来，他说没有这个歌。他说几年前沈富雄唱过一次他忘掉的地方也跟这个一样，但是他没有办法想到。我今天问的就是沈富雄，他竟然 ChatGPT 没有这个联想能力我就你就8年抗战，8年抗战，这我忘掉的部分了到了今天，开始强壮，重拾老山河。你看有没有感动？重拾老山河加紧努力，加紧奋斗。我们来重建国，和平统一，起来唱太平歌，感动不感动？没有听过，真的。我跟你讲，你这个中华民国派是假的，我这个才是真的中华民国派。伟汉，你那个歌真的谁听过？我们现场没有人听过。他第一次唱给我听的时候，我就没听过。全台湾，你当然没有听过，全台湾只有我会唱，而且很难听。全台湾只有但你不能讲说我没有听过这个歌就是假的中华民国派有很多90几岁的人家会唱OK， 今天是77抗战所以黄复兴办的这个是77抗战的大会，其实那个场面很大观众朋友，他在那个台北的花博办，然后呢有郑丽文主席，有洪秀柱主席，有纪凌莲，然后还有徐欣莹。其实观众朋友，这个进到政治的层次，谢龙介也去了，对，还有一些就是参选嘛，因为黄复兴，然后又是77，所以其实郑蓝军应该都会希望去这个场合也会有票。但是我对于韩国瑜院长
本来答应，后来又临时喊卡，就是我的看法跟建豪非常接近，就是黄宏宇不会不去这个场合，可是要不要这么快就，或者是说我不能不致意，所以我录影，但是他可能也没有那么积极的想要到现场。那我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话来跟大家形容，这个叫船过水有痕啊。你不要以为船过水无痕，因为当时季立言副主席在那个中常会的发言，他是非常的慷慨激昂，他不是随便脱稿的嘛。他讲到那个，对他当时是直接，他不是说我们韩国瑜同志什么，我们怎么，他是要把他建请讨机会开除他。所以我说，政治人物到韩院长这个层级，他不可能会跟你置气，或者说不高兴，或者说你来咬我，我才不跟你见面，一定都说啊，好。可是呢，他最后没去，他是商量一下，他最后没去。我这个人这么好处理的嘛，保持的大家的关系不交恶，但是很简单，也不交好。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因为这个场景，我刚刚还特别算了一下，郑丽文主席发言就讲了快20分钟，他上去致辞很长啦，算是郑主席的主场。我觉得其他的各大天王就暂避其锋。当然，国民党一定是合作，可是合作之间，刚刚提到的几个民调，包含卢秀燕啊、蒋万安啊，我觉得都有一点点哈，就是大家4大天王的那种味道。不过老沈，你说哦，这是亲中亲美，我是没有很同意这个。就是说，国民党这些头们哈，他跟中美其实都好啊，没有说只能亲这个不能亲，真的没有这样。但是现在就被人家分成哦，你是亲中的，你是亲美，像我好了，美国人认为我亲中。现在大陆很多人认为我亲美，那我到底亲谁？很好啊，亲台湾，亲台湾，亲中华民国，亲台湾、亲中华民国是一定要亲的。对啊。但是你说问我，大陆当时开放观光什么都我推动的，包括那个什么海基会啊、陆委会，我怎么会，对不对？那对美国你也不干嘛得罪他？美国对台湾也很好，我们70年来跟美国都关系很好，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这？就像很多人在里面非要叫你挑，你到底喜欢他还是喜欢他？我都好不行吗？不行。哦，你跟我好就不能跟他好，你跟他好就不能跟我好，政治需要搞成这个样子吗？休息再回来。长荣总部昨天被搜索，但我有点好奇，我看那个资料是说，2023年的一些长荣航空的股票怎么这个好像有内线啊等等哦，反正长荣航空嘛。然后呢，2024年有律师告，昨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才去搜索。那如果有证据，不早就销毁了吗？因为2024有人告了，我也不懂为什么拖了2年多哦，不管了，说长荣家族10年恩怨，就是兄弟啊等等，反正就是如果我常常看到没钱哦，大概兄弟姐妹都处得还可以。是有钱哦，有的当然也可以，有的就会引爆各种纷争哦，所以引爆了司法战哦。那当然了，就是说他们可能给了这个张国伟吧哦，那但是呢，其他兄弟也有特留份呐。我们的法律不是说你要给谁就可以全部给他，他这个子女该分，比如4个，每个人该分25%，他还有一半呢，12.5%的特留份。那很多财产要处理，他是要所有的这个。所谓受益人，通常要签名才可以处理的，一个没有可能都不行啊，所以就变成兄弟还是要讨论的啊，很多事情还是要合作了。那这个张国华、张国政说超过1000万交保哦，那另外呢，张国华内线界是1.2亿交保哦，所以呢，这个半小时就凑出1.2亿，不容易啊，现在要凑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创近年的司法纪录，就是保额高，而且呢很快啊。那另外呢，这是弟弟派告发哥哥派涉内线交易，所以这是增产的案外案。说检方，我刚刚讲为什么搞，他说检方在收证，收了2年，哦，认为触犯了证交法，所以呢发动搜索，还有发动约谈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张国华涉长荣海运内线获利破20亿，可是当时这个遗产呢大概是250亿。说这几年因为长荣海运啊，股票一直涨啊等等，都已经上千亿了。说他们这几个兄弟光股利已经分了几百亿了已经分不少了说已经领了几百亿的股利了那张国华呢说，当时呢因为牵涉到内线，获了20亿的这个不法利益了那而且还曾经爆发过黑枪恐吓。我看那个过程跟那个比电影的情节还精彩。哇，这个黑枪制造这个制造那个那另外呢，这个
今天的股价摔了4%哦，不过今天股价本来就大盘跌了1000点以上嘛哈，所以呢，长荣航空的长荣集团的4档股都疲弱了哈，我们看一下。长荣集团创办人长子也是长荣海运董事张国华被带回地检署复讯之后，面不改色走出来，听到问题，脸部表情没有太多变化，仅回了一句：张国华否认内线交易，但仍以天价1亿2000万元交保。2023年，长荣海运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处分长荣股票。隔没多久，张国华被指控在禁止交易期间巨额交易大量的长荣海运股票，但重大讯息是在8月才对外发布，查出张国华等人陆续买进超过17万张股票。隔年，律师林文鹏以股东身份控告涉嫌内线交易，历经2年搜证，北检才正式发动搜索并约谈9人。张国华等人涉嫌在2023年重讯发布前陆续买进了高达17万张的股票。如果以当年8月11号的收盘价每股107.5元来当作成本基准，再对比长荣7日的开盘价191元，等于每股大涨了超过83块钱，甚至在2025年的收盘价210元重新估算，每股价差进一步扩大到102.5元，仅股票价差的获利金额就超过174亿元。换算下来，再加上长荣这几年发放股利毫不手软，如果没有卖掉股息，加上价差，不法获利破150亿元。对此，长荣海运也发声明回应，表示会全力配合检调调查，营运正常，对财务跟业务都没有影响，涉及庞大金流，就等被告们交代清楚。高达150亿元的不法获利争议，再加上涉案人全部都是集团最高层，如今长荣卷进内线交易，后续会不会引发外资调节或是市场卖压，恐怕是投资人最关心的焦点。风先生跑财经怎么看？我觉得张家这一出戏实在是让人觉得既感叹，然后也觉得匪夷所思。好，那第一，我当然也觉得检方有什么道理这样的案子要调查，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我看不出来有需要调查2年多，因为看起来事情好像还蛮单纯的。当然，动机是不是为了内线交易这件事情，法律上面可以去认定。可是如果检方现在公布的所有的这一些讯息来看的话，这一些讯息是在当时被检举的时候就是完整讯息了哈。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当时他们用4兄弟嘛哈，那长房的老大、老二、老三，然后跟二房的老四，当这个张荣发是要说把所有的财产通通都留给老四啊，那这件事情当然大房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呢就是打官司。这过程当中，除了长房的3个兄弟之外，还有二房的1个兄弟之外，还再加上长房的1个女婿郑生慈。他们的合纵连横，其实在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呢，真的是来来回回，一下子是我跟你联合，就长房大房的某某某跟二房的谁谁谁合作，然后接着去斗这个大房的谁谁谁，就不断的这样子彼此之间联合。好，但这个事件呢，其实当时也是一次很大的一个过程，就长房的老大跟老三海空分家。大哥张国华要去掌海运，因为他从小跟着爸爸一起打拼，觉得海运这件事情呢，几乎是他跟他爸爸2个人一起打下来的天下，所以他对海运情有独钟。老三要去掌空运，可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呢交叉持股，所以呢彼此之间的这个情况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那为了海空分家，那我海运拥有的航空股是不是就得要卖掉？然后呢，航空拥有的海运股也要卖掉，那就是我卖你的，你卖我的，然后我把这个海运的都买回来，你把空运的都买回来。好，这是基本的原则。可现在就有一个状况，我在想说这件事情，因为对大房来说，我知道海运要卖航空了，那我必须要把海运买回来。可是如果我是公布完了航空我要卖，那个时候航空股很贵啊，贵了。2023年那个时候刚好这个 COVID-19 了之后，然后就那个时候刚刚好是这个刚刚开观光，然后所以呢航空股很贵的时候，那我如果是卖了航空股的重大讯息公布了，那海运的价格就冲上去了，我去买是不是就变贵了？要付多钱？好，那所以我在它重讯之前我就买，这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这当然是
法律跟律师要去认定的事情。他就在这段时间是不能买卖股票。对，理论上来讲哈，所以但你说他买了是为了要短期获利吗？也没有，因为他就是要让他的海运持股足够让他掌控这家公司，所以他到现在也没有卖。好，所以才会检方说你一直到现在，然后获利是多少多少。我觉得法律的问题归法律，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就是有钱的家族啊，以为交叉持股可以让一个家族事业长长久久，但是呢，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家族当中的兄弟从小感情如果不够好，那这种交叉持股后来都会变成集团不可承受之重。能够兄弟和好，然后一直其利断金的公司不多，当然台湾其实有几家是如此，也有这样的。那我真的觉得，其实兄弟感情比什么都重要。比如长荣来讲，张荣发先生要创业真的很不容易，是真的不容易哈。那把事业创起来，总希望这个事业能够长长久久嘛，爸爸一定希望嘛。所以很多他们就财产不分，遗产不分给孩子，对，用公司持股的方式，然后基金会，然后在海外再设一家公司，然后交叉持股，就用持股的方式，就表示公司能够在嘛。那这个公司可以长长久久，希望这样。不过我还是好奇啊，2年多，检察官需要调查2年，突然想起来不是这么简单。今年是干嘛？选举啊，选举啊！我告诉你哦，我可以办你哦，我可以跟你交保，我可以不跟你交保。你常人给我小心哦，要不然你就不要去捐款给我不喜欢的人，要不然就是你要捐款给我喜欢的人，然后看你怎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允许，也许我小人之心，但是呢。很奇怪，怎么搞到现在，在这个时候突然爆发这个案子？2年多以前，因为你看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多么简单的事实啊！对啊，老沈，长荣集团这件事情呢，让我真的有一些感慨。我是说，集团或财团的大老板，不管一生多英明啊，处理死后的财产都很糊涂，而且都很昏庸，没有兜了，而且你不是，而且你最后很老的时候，都被人包围。都被人包围啊！所以连外面的人要打进去都不可能的。我还想问你的，你那么多财产，西雅图有房子，又那么多 NV 的股票，我财产没有你的一点点，而且呢，我很幸运的，我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他们都是不要钱的，都不要了，不爱钱。那你的财产要捐掉？我跟你讲，我请我的女儿回台北，说你回来台北一趟，这个房子才能登记给你，她拒绝了。哇！我讲真话是这样。是你教育很成功，但是还是不成功？但是你看这种内线交易，你觉得他这个张荣发集团比较可恶，还是川普比较可恶？川普比较可恶啊！这个川普有什么关系呢？太伟岸。其实这件事情哈，从刚刚凤姐跟大家说，还有我们看到的资料，这很明确的事情就是，他在不可以交易的期间大量的就是交易，那这个显然是会有问题啦。违法的，违法。大企业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当时有他们的需求海空之间的问题。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我要特别提的因为那个大哥张国华昨天出庭也就这样走进来。就是那个张国政出庭的时候找了好几个保镖，